还有事不能跟我们一起回去，对不对？我得回趟宫里。是宫里的事啊，看来真的遇到大麻烦。世子，此事体大，常卿不敢擅专，还请世子做主。黄伯父怎么了？官家昨日下朝以后，说年下政务繁忙，乏得很，要小睡一下。结果这一躺下，奴婢便再也唤不醒官家了。立刻关闭宫门，严禁内外走动，召集七校尉，与禁军一道封锁进宫，宫人内官尽数提来审问。昨日，陈氏可去过承禄宫？冤枉，我是冤枉的。宫里上下人头都查遍了，连只苍蝇都没少，可就是六皇子不见了。下官无能，陛下脉象微弱，气血凝滞，若无法可解，恐怕7日之内便会。对不起啊，怀氏，我得走了。陛下脉象微弱，气血凝滞，恐怕7日之内便会。如今官家一睡不醒，这局胜负早已定了。今日起，花季、白季同楼竞技，5日之后，筹多者胜。华芷，我们离得越近，你离阴暗的宫廷也就会越近。花芷姑娘，今日好热闹。这一老一少美女间，竟有几分相似啊！他们是父母。今日没白来啊，竟赶上一场父子相争的戏码。偌大个酒楼，争奏一主是一出好戏，兄长看得高兴。若是做爹的输了，我是高兴；做赢了，便没意思。那想必不会让殿下失望。以前在宅子里待着，总觉得没有劲，那是因为日子不是自己在过。如今什么都没了，我倒觉得每天都很新奇。你失去的那些，最终都会回到你身边来。能不能过，靠的不是这些死物，是人。府中内战没了生机，以后要如何是好？这庄子里这么多人，靠你一个人是救济不过来的。哪怕能一时一地的帮，也只会是无穷无尽的窟窿，除了自救别无他法。生气究竟在哪里？就在这儿。姑娘说的法子，举家经商。这用贫求富啊，农不如工，工不如商。从前你们都只在内院做事，以后都要做带兵的头领，冲锋陷阵。咱们一起在皇都闯出一条路来。听你的口气，好像是要做什么大事业。我要让花家有自己的铺面，从此以后花家自谋生路，不依靠别家。我也明明白白长我的家，走我的路。我相信你。以前跟着祖父游历四方的时候，困在阁楼里的时候，竟然不知道夜晚的灯火这么好看。大概是因为以前这些灯火跟你没有关系，现在才照亮的是跟我们一起修缮河堤的百姓。人生还真是这样，我一步一步的往前走，还真不知道自己会变成什么样，会遇到什么样的人。那是年幼的我所见过最壮丽的风景，并在其后许多年的困顿人生里，被我反复回忆。花芷，其实有时候我挺羡慕你的。你们家那些人虽然吵闹，但也热热闹闹，有家的样子。这谁叫咱家？绣花呀！倘若你在一艘船上，这船行在海里，船上的纲手、周氏都离开了，听着不太妙。怀政顽固不化，据革职，及其家，流西北地，永不续用。奉旨烧家，不从者立斩。是。只留下一车哭哭闹闹、吵吵啼啼的渡客。
话我们以后怎么办呀？享受华家尊荣，如今就该受华家之苦。根本不是人住的地方，真的没活路了。你若生了翅膀，不如振翅飞了，就不用再操心水里的事了。倘若真的弃之不管，这船必定会卷进漩涡。世路多艰，看来我们运气都不好。这一次，我知道怎么选。我要保护我想保护的人，做我想做的事情，值得吗？为了这一家子，与其躲着，不如往前。你想要护住他们，我便来护着你。我们都该再做一次选择。前途艰难，大家都在一条船上，只有我们齐心协力，才可以寻到活路。这回行船，你有纲手，有厨师，有和你风雨同舟的渡客，还有我。找一个铁嘴钢牙的花大姑娘。我们所要求的并不多，只要杨琦与我姑母和离，并且赔偿我姑母200贯。你们这是要我的命啊！我们才不要你的命，我们要你卖房卖地，欠债还钱。这回。顾言谢，谢谢你叫我骑马。怎么突然想起来谢我了？今日我骑在马上，第一次带大家出门，我忽然觉得自己好像可以跑得更快、更远。看着他这么高兴，我心里竟然也觉得同样高兴。原来人与人的心是可以如此相通的。我想用不了几日，他们便会动身离京。你带些好手，一路沿途查死，无论孤身还是结队。宁肯破山，便化去。什么情况？前面有个山谷，要小心一些。你说前面那个山谷，若是行军打仗，会如何？要么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；要么瓮中捉鳖，如探囊取物。鱼。